路飞的手极限能伸多长？我很好奇，我直接去看路飞打过的每一场架，找到了可以计算的画面。2年前打艾利路时伸了20米，挑黄金中的经典画面，算出来长度有68米。2年后大妈片手臂伸了16米，打凯老师的相枪也只有53米。好家伙，打艾尼路都比打凯老师的手伸的要长，怪不得第一次战斗只是帮凯老师醒了个酒。上面的计算都是某一个战斗画面的长度，不能代表极限数值。大妈片路飞和娜美被钉在书里时，路飞把手卷在一起，想要扯断手臂逃出去，手臂越来越细，并发出皮肤撕裂的响声。正品老大来之前，路飞说还差一点，说明此时的长度已经十分接近极限。手臂此时绷得很紧，每一圈之间应该没有明显的空隙。由于路飞是橡胶人，身体可以随意塑形，身体受到各个方向压力相等，上半身竟是压成圆柱。从这一帧的仰视图也可以看出，每一圈都接近圆形。我的思路是，只要算出整个部分的体积，减去躯干的部分，就可以得到纯手臂的体积啦。计算体积需要明确参考系。新世界的娜美身高170厘米，小兰也一样。娜美头高21.86厘米，所以头上的钉子宽度13.72厘米。路飞的钉子尺寸也一样，可算出此时手臂直径2.81厘米。手臂这一坨是不对称不规则的物体。我的思路是，只要算出左右两侧曲线的方程 x 等于 fy， 然后再对 y 轴积分，就可以很轻松算出体积。那么怎么算出非标准曲线的方程呢？一般的方法是取坐标点再拟合，我用 getData 给曲线打点，甚至可以把整个路飞的轮廓点都取下来，对路飞的手臂建立坐标系。getData 取出左右曲线的坐标点，比如左侧曲线就取了553对坐标点，在 MATLAB 里用 polyfit 函数进行多项式拟合，蓝色点表示坐标点的数据，红色线表示拟合曲线。1次到9次我都试了一下，由于9次方程因为荣格现象会出现偏差，所以我把8次方程作为拟合结果，这个精度还是挺高的吧。我们把8倒过来就可以看到2个圆圆的东西。取 y 轴无限小的一段为 dy， 派乘以2x2减 x1 的平方为底面面积，积出来的总体积为 0.4542 立方米，减去路飞躯干的体积 0.125。我们把手臂的截面看成最密堆积分布，再去掉圆与圆之间的空气体积，所以纯手臂的体积为 0.2986 立方米。由最开始算的直径可得手臂截面面积，手臂体积除以截面面积，可得长度为 481.41 米。注意，这是2个手臂绕起来的总长度，单个手臂就为 240.71 米，再加上空中的这部分长度，最后的结论就为 242.77 米。好家伙，这就是极限距离吗？200多米这么长啊！抵抗战争海军广场宽度 377.95 米，路飞极限真的能升200多米的话，考虑到空间垂直高度，就算升2次也能直接蹦过去了。可能这就是2年前和2年后的差距吧。今天我们算出了路飞手臂的极限长度，最终结论是 242.77 米。你们都猜对了吗？尾田曾在 SBS 里面说路飞的极限是100橡皮，1橡皮等于10童话橡皮，1童话橡皮等于10搞笑橡皮，1波子橡皮等于10橡皮，705波子橡皮等于宇宙的长度。好家伙，这可不是我瞎编的啊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翻第468卷 SBS， 目前可观测的宇宙直径约为930亿光年，所以路飞的极限长度就是13.19亿光年吗？这显然是尾田老师在和我们开玩笑呀！估计尾田老师也不太确定路飞的极限长度，要不顶上去让尾田看看。